想不到一人之下的长公主林淑云，竟被伪身区侍郎陆子轩，可让我好找。无知宵小，自寻死路。子轩，子轩，我终于熬出你想要的神药了。脸怎么脏了？你毛手毛脚，伤到了八公主的话，你该如何赔罪？原来她是我八妹。八公主，贱内生性鲁莽，冲撞了你，事后我定会责罚。你当着外人的面也要对我如此刻薄吗？外人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这尚书府未来的女主人。子轩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本就该如此。可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亲。哼，你一个低贱乡医，成亲3年都未生育，还有什么资格做他夫人啊？强占有妇之夫，八公主也不怕丢了皇家的颜面。你竟敢污蔑本公主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难不成你的身份比公主还大？不知好歹，就在这跪着，直到八公主消气为止。我何错之有？顶撞公主本就是死罪，你若不跪，我今日就休了你。区区一个八公主而已，在你眼里就如此珍贵。倘若我恢复身份，你会爱上我吗？子轩，此药我精心研制了3个月，定能治好太后旧疾，祝你加宽进爵。你一个乡下医女也敢给太后看病？我看你是想害我陆家满门抄斩。这神药是我用心头血做药引，你践踏2回，我实在无力再帮你。长公主，您自幼在外游历，如今期限已满，圣上宣您回去复命。圣上想让我回宫执掌御林军？是。去禀报皇兄，我暂时还不想回宫。可陛下圣旨不可违逆。皇兄从不会怪罪我。另外，我熬制一副汤药，你带回皇宫送给太后治病，就说是陆子轩送的。还未入夜就躺下了，是因为八公主之事在这给我甩脸色看？只是偶感风寒，身体不适。我这就给你更衣沐浴。这是我上任礼部侍郎，圣上封赏，府内上下都有，这是你的。这么说，那服药太后服用后起效果了？天边的功劳也敢往自己身上揽，你就不配这赏赐。真的是我托人带药给太后。闭嘴！我今日上任，多亏了八公主在圣上媚眼，
你连风寒都无法抑制，还敢给太后治病？我取心头血时的刀口还在，不信可以亲眼瞧瞧。住手！别污了我的眼睛，不就是一个刀口吗？你何德何能能认识宫中之人？子轩，其实你想要的权力、地位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别做梦！你凭什么？是，其实我是圣上的妹妹。哼，那为何八公主根本不认识你？我自幼离开皇宫，随神医学习医术，那时候她还未出生。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。本以为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件礼物，终究是我奢望了。我让你安排的事宜都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妥当，只不过陆子轩乃小小的礼部侍郎，根本不配在蒲梦楼设宴。此事你不该多嘴，属下只是替长公主不知，毕竟是他的升迁喜宴。为他做完这最后一件事，我就回宫去吧。圣上早已静候多时，我这面回去复命。娘，子轩，子轩初次带你出去见世面，你就这副穷酸样，是想给陆家丢人吗？我身上这件天蚕银丝价值连城，怎么会丢人呢？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你敢出去丢人，我便让子轩休了你。娘，今天是大喜之日，不要为这种败了兴致。哼！子轩，我让人订了天字号雅间，不要四处乱转，免得冲撞了里面的达官贵人。天字号雅间是我定的，林淑云，你竟然如此不要脸，跟本公主抢名头！公主令，你一个低贱医女，竟敢伪造公主令牌，死罪难逃！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治我死罪。放肆！八公主，莫要生气，今日子轩带她来，是特意给你赔不是。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事，但不会为没做错的事道歉。哼，不知悔改。子轩，你别忘了昨天答应我的事儿。只怕过此岸就黄昏，人长路迢迢。陆子轩，你要休了我。休你已经是最大的宽容了，难不成你想我整个陆家陪你一起掉脑袋？只要你肯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待会儿好生服侍我们用餐，我可以考虑让你留在陆府做个通房丫。若是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兴许可以考虑饶你不敬。不知死活！林淑云，你这般蔑视皇家，我陆家再难容你，赶紧滚！你我夫妻3年，你就不留一点情分？就是看在这3年的情分，我才保你一命，否则方才你就该人头落地。我昨晚的话句句属实，不过几日，我就能给你所想要的一切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执意休妻吗？够了！我不想再听你这满嘴谎言的女人任何一句话。八公主，我们走吧。
陆子轩，你今日负我，来日千万别后悔。我绝不后悔。随武为公。二皇兄，舒云，恭喜你通过了考验，成为了大梁直领50万的暗皇。你在上书府的事，敢伤你的人，我定让他们10倍奉还。无碍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何况这些伤害，我要亲自讨回。林淑云，侦查。你莫不是忘了，林淑云已经被赶出陆府了？往后伺候你的人就是八公主啦。少主，老夫人，丞相府请夫人明日上门问诊。丞相，他怎会请林淑云这个小医女去称职？想不到林淑云那个穷酸货色还有点用，若是能攀上丞相，那我们尚书府就风光了。明日你随我去药炉接夫人。是。治疗太后的药就在里面，劳烦二皇兄在外稍等片刻，我拿了就去找你。好，我就在外头的马车上，有事就叫我。贱妇，刚刚那野男人是谁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我已经和离，我跟谁在一起都跟你没有关系。不知廉耻！刚刚把你休了，你便和别的男人有染。只要你随我回去，今日之事我可既往不咎，还可以给你一个妾的名分。陆子轩，你凭什么以为我会跟你走？由不得你选，来人，将他绑回尚书府。我看谁敢！王爷，臣不知是王爷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满口污言碎语，本皇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一下你。滚，否则本宫叫你人头落地。你不是傍上王爷了吗？怎么还蜗居在这里？我告诉你，王爷只是跟你玩玩的，你这种身份，连做他的丫鬟都不如。与你何干？念你对我有情，我可以再宽恕你一次，把你养在后院做妾，如何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再说，你有什么资格和王爷相比？你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只能状告皇上，你与王爷私通，看谁能救你去。你。我再给你最后一天时间考虑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你对我何曾有情？林淑云这奸妇必须除掉，绝不能让她妨碍我和陆浪。可有查到些什么？回禀公主，小的发现林宇在城郊养了一批私兵。你可看清楚了？确实如此，并且还有消息，殿下会在明日早朝上宣布暗皇的人选。母妃说过，暗皇人选是一位公主，适龄的公主只我一人，暗皇并非我莫属。走，去把林淑云抓起来，只要利用她扳倒了林宇，本宫就是这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
林淑云，我已知晓你伙同王爷意图谋反，还不束手就擒。你无凭无据说我谋反，我可担不起。我自有人证，把他捆走。李袭长，你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若是早点低头认错，就不会如此。你只有配合八公主揭发王爷，我也就允许你继续留在我身边。你真可笑，这个时候不陪着林夕照，反倒来找我。陆子轩，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哼，真是痴心妄想！我儿往时3年都看不上你，如今更不会。林淑云，识相的话，待会儿就作证你与王爷私通，意图谋反，我还能给你一条生路。还不赶快谢恩！待今晚陛下宣布八公主就是暗皇，跟我们作对，你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。你说他会是暗皇？你公主，皇上早朝，时间快到了。哼，林淑云，你不过一个低贱的乡医，要是待会儿敢胡说，我即刻要你人头落地！还不快点走！在这跪好，别出声。夕照可是有事？启禀皇兄，臣妹要揭发王爷私通成妻，私自养兵，意图谋反。你可有证据？不对，他怎么这么镇定？一定有诈。臣妹已将与太子私通苟合的人带来。回圣上，这是臣妇的儿媳，臣妇亲眼见到王爷和她同居一室，举止不堪。此人名为林淑云，她便是与王爷苟合私通。放肆！你可知她是谁？她是朕最疼爱的妹妹，亲选的大梁暗皇。怎么可能？她这个贱人怎么可能是公主？放肆！身为公主，满口污言秽语，成何体统？皇兄恕罪，是希儿一时失言，请皇兄恕罪。素颜之由被朕立为暗皇，送到宫外，为的就是怕宫内有心之人谋害。可王爷私自养兵已是事实，臣妹亲眼所见。淑云既身为暗皇，手握虎符，自是手中有兵。倒是八妹在此公然告发手足，真是想置亲哥哥于死地呀！皇兄，是希儿愚昧，求皇兄饶过臣妹这一次吧。此事朕全权交由暗皇处理。我与你素未谋面，你却因私情处处刁难我，还闯入药炉将我绑来，协同陆氏母子要挟我做揭发王爷的人证。你说你该当何罪？好姐姐，好歹我们也是姐妹一场，你就当我无知，饶我这一次。我可担不起你这声姐姐。八公主诬陷手足，天理不容，发配城外乡野为奴，其母妃教女无方，即日起贬为赵嫔，禁足宫中。皇兄，希儿可是公主，怎可为奴？为何不可？你这样的皇室，还不如发配为奴。陆侍郎可是有话要说。你就是尚书府大人之子，陆侍郎。回禀圣上，正是。倒是多亏了有你赠药，太后的旧疾才能痊愈。陛下，臣妇和子轩皆是被八公主所骗，毫不知情，还望陛下看着子轩救了太后的份上，
饶了陆家吧。你意下如何？既然陆家对皇室有恩，那此次便算了。行吧，所有人都退下吧，朕要和素云单独聊聊。没想到林淑云才是暗皇。子轩啊，我看到林淑云对你还有情，要不……够了，莫要再提他了。真是风水轮流转。嘿，林淑云，等我回到皇城，我要你尸骨无存。你倒是提醒我，那就祝八妹在这里好好活下去。陆大人真是痴情，竟千里迢迢来见你。可不可以不要走？本宫贵为暗皇，不住在宫里，住在你这破尚书府吗？真是可笑。陆子轩，以前总是我看着你离开，现在轮到你看着我走。最好是成全，含笑一度你容颜。陆子轩，你还要跟本宫到什么时候？臣陆子轩恳求暗皇殿下放过八公主。陆子轩，你对我八妹可真是情深意重，若非知道你是要攀岩附势，本宫都被你感动死了。并非如此，臣只不过是想偿还八公主以臣的名义赠药之恩罢了。你还以为那药是林夕照所赠？可他当时亲口承认是的。治疗太后的药方，最重要的一味药引是本宫的心头血。他林夕照如何治得？心头血？可你从未和我说过。说，这3年来，你何曾正眼看过我，又何曾听过我一句话？陆子轩，我看你真恶心！我看你真恶心！怎么会是他？原来我一直都弄错了我心中的爱慕之人。林淑云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赵平的禁足解了，妹妹你毁了他们母女俩，当心来找你寻仇。这才过了几日，他怎么就解了禁足？禁食寻死的把戏罢了。他对自己真是狠得下心。但我来是有另一件事，陆子轩辞去了侍郎官一职，请直去文阁做你的执笔官。皇兄问你同不同意？陆老夫人寻死觅活不让他去，二人现在正在尚书府拉扯着呢。拜见暗皇殿下。你去中书文阁是想做什么？是想找到救出林夕照的方法，还是想要趁机杀了我？我去中书文阁是为了保护你。你刚继位，朝臣对你尚有不服，我要在你身边辅佐你。你这侍郎的职位还是我为你得来的，你凭什么辅佐我？我知道我的本事甚微，我想弥补一些以前的过错，也想重新让你爱上。好，既然你一意孤行，那我就看你进宫后能不能撑下去。林淑云，你明知他最会花言巧语，绝对不可以对他心软了。私心这活干不完，不如吃饭。放肆！我可是大梁八公主，信不信我回宫后砍了你的脑袋？八公主，
现在你就是我脚下的蚂蚁，让你死就死了。任淑云，今日之耻，来日必报。没想到皇兄新册封的丞相竟然如此年轻，见识不分年龄，能辅佐殿下就好。你的声音怎么如此熟悉？殿下是否还记得你身边的？你没事吧？别碰他！他乃是本朝丞相，你什么身份也敢质问他？丞相，可他看你的眼神，分明心思不纯。随口妄议朝廷重臣，你有几个脑袋可以掉？说两句不碍事的。你就是当时对殿下百般侮辱的尚书之子陆子轩。你怎么认识我？你之前对殿下做过的事，我可是无所不知。无需对他多言，我们走吧。淑云，这人眼神阴沉，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你呢？你又是什么好人？臣这次是真心的。文革执笔陆子轩多次以下犯上，活罪难逃，你就在此跪着吧，子时才可离去。殿下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是不是林淑云故意刁难你？哼，我这就进宫去找皇上说理去。娘，是我自己莽撞了，与他无关。娘是想让你讨好他，可也不是用这种法子呀。我不是为了利用他，娘，我是真的喜欢上林淑云了。何事慌张？回娘娘，按皇上赵丞相告老还乡，新立了丞相。林淑云，我母女定与你不共戴天。那皇上呢？皇上如何说？皇上当即便准了暗皇的意思。那赵丞相乃是我北漠国安插在大梁之人，他怎么敢？本宫拟封书信，你亲自送去北漠。可是后宫不得与娘家私自来往，娘娘三思啊。本宫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调动北漠兵马，趁半月后皇上出宫春猎，率兵将林淑云绞杀。皇妹为何突然做如此决定？如今北漠安插引线已被拔出，娘娘被贬，八公主更是被分配为奴。若公主不孤注一掷，日后怕是再无翻身之路。皇妹可想好退？娘娘已经想好了，恳请皇上准许奴婢上前说话。离淑云远一点。若本相偏不呢？她是我陆子轩的妻。那你曾把她当成你妻子吗？今日我便替殿下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住手！你们当皇宫是玩闹的地方吗？臣失礼。你来做什么？臣有话跟陛下说，还请陛下平退他人。放肆！你一个外男，怎能和殿下单独相处？无妨，本宫倒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。段丞相，你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臣这次来还是这么厌恶殿下。
你别误会，本宫是医者，见不得有人受伤。淑云，我错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陆子轩，你当本宫是什么？你不爱就当成垃圾，爱了又百般讨好的玩具吗？滚！趁我还没有对你动手。以前是我迟钝，没能明白自己的心意，现在我看清了，同时也看出来段灵眼中对你的爱慕与我一样。段灵此人心机颇深，对你心思不轨，你不能单独跟他在一起。有你在本宫身边，才是最大的危险。滚！别打我！八公主别怕，奴婢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可有林淑云在，我一定会被抓回来的。公主放心，后日春猎，宫中守卫和皇上一同离宫，娘娘会和城外北漠的兵马里应外合，绞杀林淑云。殿下，宣城来有何事？我有件事要交与你去办。文革执笔陆子轩，品行不端，罚去做3个月的禁军苦修。是今日就执行吗？今日执行。谁？滚出来！谁准你擅入本宫寝殿的？你这可是死罪！你将我送到禁军里，当真是因为我品行不端吗？还是说怕我打扰到你和段灵？少在我这里耍酒疯，趁我还没叫人，滚出去！你知道段灵把我分配到那个小组，明日会跟陛下去春猎，春猎过后会将我们发配去西边当替补军。你可是我这一去便不会再回来。本宫并不知此事，本宫先送你回去，等你酒醒后再。陆子轩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还要我走？那段灵心机颇深，心思不纯，为什么他可以，我不可以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放肆！反正我也放肆多回了，不差这一次。林淑云，你还说对我没了情，可如果真的无情，你就把我杀了100次，不是吗？那你呢？成婚3年都没有对我动心，如今我封为暗皇，你就爱上我了？是。陆子轩，你以为我还是当年的林淑云吗？你几句花言巧语，我就对你甘之如饴。我若执意要你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！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！陆子轩，你不要命了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别以为本宫不敢。本宫警告你，此事不许让第3个人知道，否则让陆家满门陪葬。臣遵旨。殿下，臣现在方便进来吗？
你怎么在这？臣昨夜一整晚都在这，丞相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？难道你们还想在我寝殿公然斗殴吗？今日皇兄春猎，你还不赶紧去准备？是，只不过臣希望春猎回来能听到殿下不一样的答复。陆子轩，别怪我了。丞相，殿下，怎么了？无事，臣有事禀报。赵平，见到本宫怎么不行礼？嚣张手，我看你还有几天好日子可以享受。参见安皇。下去吧。最近怎么没有林夕照的消息？殿下，列公来报，陆子轩在围猎时俯身中箭，不治身亡了。你说什么？据说是当时有人没看清误伤了，陛下钦派了太医去诊治，可惜还是无力回天。我要去看他，谁敢拦我？怎么回事？不好，北漠王赵齐带了数十万兵马杀进宫中了。殿下，现在不是去猎宫的时机啊！丞相，你立即带金羽卫和禁军前往，本宫随后就到。是。大梁暗火聊聊。早先便听闻大梁暗皇为女中豪杰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宇不凡。北漠王这暗中偷袭的行为，实在不像一国之君。这大梁如同铜墙铁壁，不用点手段，怎么进得来？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偷袭大梁？你将我侄女贬为奴，害我妹妹被毙，将我北漠的颜面踩在脚底下，你说我该不该来讨个公道？那是林夕照母女自食其果，我劝北漠王还是慎行，否则北漠全境都将陷于战火之中。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谈判的？现在无人知晓你被俘，我捏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快把国玺交出来，否则我踏平整个大梁。你打不过大梁，杀了我也无妨。君为社稷死，死得其所。陆子轩，黄泉路上再等等我，我会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有言不尽，那我现在就送你上路。臣陆子轩救驾来迟。臣陆子轩救驾来迟，不能放此人回去，恐有大害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皇，快跑，快！这宫里不止几万禁军，还有好多北漠的兵马几乎败完了。什么？他林淑云一介女流，怎么会有兵权？我想起来了，八公主先前说过，看见太子私自养兵，是我们大意了。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带你出去。想去哪儿？北漠王，放弃无谓的挣扎，入主就擒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丞相说你已经死了。那剑若再靠前一寸，我今天就见不到你了。我可不可以把你这滴眼泪当做你对我问题的答案？殿下，罪犯赵氏已经被抓进天牢，北漠王趁机逃跑了。赵平通敌叛国，择日斩。是。没想到陆执笔竟然无事，这一场苦肉计，当真是骗过了所有人呢。那还是多亏了段丞相您的刻意分配，我这等替补军怎么会进猎场？够了，本宫累了，你先回去疗伤。丞相，随本宫回殿。说，从你进宫那天起，
就对我异常熟悉，是不是北漠派来的？不是，下官此生唯一不会背叛的，就是殿下。殿下当年能够对一个无名低贱的暗卫真心换真心，为何现在不愿意相信有名有分的段灵呢？什么意思？殿下，我认出我来了。怎么会是你？暗卫要脱离组织，可是要受尽抽筋去骨的痛苦的。殿下回宫后便不再需要暗卫，我求了太子殿下，虽然吃了些苦，所幸还是重新站到了殿下身边。你这又是何苦？只要能够保护殿下，下官心满意足。那你又为什么要刁难陆子轩？殿下可知陆子轩和林夕照现在还有联系？禀殿下，这是下官在营地里抓到的林夕照。八妹，好久不见，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回来。林淑云，你得意什么？我黄舅一定会替我母妃报仇的。报仇？那你猜，北漠精兵3000，为何唯独只有你和你母妃被抓回来了？那你为什么还不把我杀了？是想留着我慢慢折磨吗？殿下，宣臣所谓何事？八公主，陆之比，林夕照通敌叛国，你觉得是凌迟好，还是五马分尸好？子轩，子轩，救我！你说过，这一切成了之后就会娶我的。子轩，是你让母妃里应外合，配合皇舅攻下皇城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何时说过？殿下，我从未跟他有过这样的约定，也不可能答应娶她。听闻陆之比曾为了林夕照当众休妻，如今他的话不算胡言。段灵，你够了！林夕照，你说这一切都是陆子轩所谋，可有证据？我们都是私下见面会谈，没有留下证据。一派胡言！殿下，难道你不信朕吗？殿下，即便没有证据，也不可以错放。别说了，把林夕照拖入天牢，其他人散了。殿下，本宫不想听了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陆子轩，你要本宫如何信你？既然殿下不相信魏晨，那肯定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我一定会让你相信我的。天地如此的辽阔，人心洒脱。可等到那个时候，我还会有力气再爱上你吗？刚刚在大殿上我看到了，你对林夕照施以污蔑的信号。本官不知陆之比说的什么，还请劳烦让路，别耽误本官向殿下复命的时间。不管你想怎么样，我跟舒云也不会分开的。是吗？那等你死了以后呢？陆子轩，你在做什么？殿下，不怪他。方才陆之比问我林夕照的事，我急着向您汇报，并没说。陆之比一时心急才会出的手。明明是你先动的手，舒云，你不要靠近他。亏我想要给你时间去信任你，现在看来你根本就不值得信任。
多谢殿下。那个陆子轩竟然迁怒于你，真是可恨。其实陆执笔会生气，不仅仅是因为林夕照，因为我还跟他说我喜欢你。这么说，那服药太后服用后起效果了。天边的功劳也敢往自己身上揽，你就不配这赏赐。是我错了，一直都是我的错。是不是我现在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？林淑云，放肆！谁允许你直呼本宫名讳？拖出去杖毙！暗皇饶命，臣妇今日前来是希望暗皇放过我儿。本宫何时对陆子轩不利了？殿下又不心悦我儿，何苦强留他在内阁？不如早日放他回归朝廷才是正道。您也不想您的名声在外受损吧？你是在威胁我？臣妇不敢，只是殿下强留朝臣在后宫，此等行为，天下百姓是会有怨言的。以前我嫁入陆家，你3番5次刁难我，我原以为是因我身份低微，现在看来，你只是单纯的看我不爽罢了。臣妇不曾这么想。你想要陆子轩离开内阁，好，本宫同意。不过要你在这跪着。陆夫人，你不是爱子心切，那你就在此处跪着，跪到有人顶替陆子轩为止。这你想反悔了？臣妇跪。殿下息怒，请殿下原谅臣的母亲，臣愿替罪受罚。这是他自愿的，求本宫作圣。不过，本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可以成全你们母子。你辞了内阁的事务，给本宫当面首，如何？你这个妖妇，果真恶毒！子轩，你万万不可！娘，淑云不是妖妇。娘，留在殿下身边是我的意愿，不用你来干涉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难不成你真想留下来当他的面首？你的志向，你的心愿都不要了？大丈夫无论在不在朝廷，都应该为百姓着想，而不是依附着一官半职。都是你这个妖女！娘，你别闹了，我是真心心悦殿下，别管了，也是真心想做面首的。疯了，都疯了！娘，够了，本宫不想听你们争吵，都退下吧。娘，您先行回去吧。哼！你不走？殿下既然放了臣的母亲，那臣应当说到做到，留下来做您的面首。现在服侍您就行。本宫还没沦落到要收留你的地步。过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本官代陛下来宣旨，赵嫔母女安身，特赐林夕照送赵嫔上路，以圆母女情分。不想死，我可以救你出去。你有什么目的？这一次，我想你除掉林淑云。莫非，希儿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你舅舅呢？北漠王把八公主扔下，自己走了。娘娘，
如果您还想要八公主活着的话，就按下官的办法做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这个林淑云的走狗！听不听随二位，反正命就只有这一条。等你母妃死之后，便光复麦上。殿下，本宫不是已经放你出宫了吗？你又在耍什么心思？臣不能言而无信。既然答应了殿下做您的面首，那就不能怠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，事情如何？你先退下吧。殿下，赵嫔已经服下毒酒，依照您的吩咐，由林夕照亲自斟酒送赵嫔上路。那林夕照如何？依照您的意思，没让她自寻短见。可是臣不知您为何要留下她。那林夕照是北漠王室的最后一支血脉了，北漠王不会不管他，到时就可将北漠一网打尽。臣明白了。对了，你以后对陆子轩别有那么大的恶意，他已经改变很大了。殿下，您不要被他骗了。陆子轩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会改过自新的，他只是贪图你手里的权势而已。本宫知道你是为本宫好，但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未尝不可。陆子轩可以，那臣呢？为何殿下就不给臣一次机会呢？一直陪在您身边的人是臣，一直真心不变的也是臣。他陆子轩凭什么就能一而再得到您的原谅？很简单，虽然我不愿意承认，但是我还爱他。那为什么臣不可？因为本宫不爱你。情这种东西就像燃不尽的炭火，微风轻轻一吹便会死灰复燃，可没有点燃的炭火，任风再怎么吹也是燃不起来的。殿下，林夕照在牢里面疯了。没有点燃的炭火，那臣偏要扔一把火。这林夕照当真是疯了。据宫中侍卫说，自赵嫔处死之后，便是这般模样。等你母妃死之后，便装疯卖傻，本官自有办法留你一条命，送你回北漠。殿下，没事吧？无碍。你说他是真疯还是装的？林夕照母妃是自己送走的，常人难以接受这么大的冲击，失智也不是不可能。殿下，殿下，对不起了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，安皇是疲劳过度，加上常常心急、生气导致的。那是否有大碍？这气急攻心虽没有生命危险，但要根治却很难，因为药不好找。什么药？雄狮心头血和沼泽暗花，这两者皆在险峻之地。古往今来，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带回这两样东西。怎么？你不敢去？要不是你一次次气殿下，他怎会如此？果然，你对殿下不是真心。罢了，那沼泽之地，本官自己去。沼泽之地在哪儿？在我国最南面，那地方极其危险。我看布置比还是莫要逞强的好。照顾好殿下，我去将其带回。殿下，很快你就会忘记陆子轩了。你竟然活着回来了！你要的两种草药，快去救殿下！
淑云，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陆子轩，我也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来人！我这是怎么了？太医说你疲劳过度，身体乏了才昏迷的。我昏迷了多久了？陆子轩呢？暗皇，皇上宣您到庭院。你这几日一直在昏睡，身体可无恙了？臣妹身体已无大碍，皇兄不必担心。朕听闻你是去天牢看林夕照时晕倒的。太医说，臣妹是操劳过度，皇兄莫要多想。朕也料到林夕照他没这个本事，在天牢里还能把你迷晕。只不过既然你已经处理了赵平，夕照也并未参与此事，不如就放他去留云观吧。皇兄打算放过林夕照？朕知晓他之前对你不好，但如今他已疯癫，对你也构不成威胁，不如就留他一条性命吧。丞相怎么看？这林夕照该不该放？根据大梁律例，失智之人可免一死，皇室宗亲可送去留云观戴罪苦刑。那既然丞相都这么说，便这么办吧。没想到你能这么快放下过往的仇恨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倘若以后林夕照再做出有损我大梁之事，臣妹定不会放过他。应当的，朕还有其他事需要处理，你好好休息。殿下，本宫想自己待会儿，丞相先下去吧。谁？臣不知是殿下，多有冒犯，没伤着殿下吗？本宫没事，倒是你，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只要能救殿下，臣受点伤也无妨。受伤？你伤到哪儿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这么担心我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愿意接受我了？既然你没事，那本宫就先走。别走，我不逼你了，留下来陪我好吗？我好想你。痛吗？我竟然又跟陆子轩睡了。你醒了，一起去用个午膳吧。午膳？那本宫岂不是误了早朝？抱歉，昨晚看你太累了，就不忍心打扰你起来，都怪我。罢了，怪本宫瞒着众人偷偷跑来看你。你昨晚是偷偷来看我的？你别误会，只是听闻因为本宫找药受了伤，顺便过来看看罢了。你答应过放我走的，你不能。放心，我没想要抓你回去。回到北漠，这个能救你的命，但你也别忘了，你答应我的。我是北漠公主，皇帝赵齐是我舅舅，开城门，我要见他。没想到你能活着逃到北漠。我这里有打败大梁的法子，救我，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。现在这个办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
你若是不救我，那就等着灭国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有我王族血脉的狠力，本皇就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林夕照逃跑了。逃了？怎么逃的？林夕照将他看守的嬷嬷杀害，跑出了流云观，逃出了关外。看来本宫还真是小瞧了这位八妹妹。想必林夕照应该去投奔本墨了。殿下，有人在帮林夕照，您不忧心是谁吗？丞相怀疑谁？陆执笔。陆执笔昨晚整夜和本宫在一起，不可能是他。您当日在天牢用针扎晕本宫的是你吗？殿下恕罪，但臣绝无二心。真的是你。自本宫出宫起，你便一直跟着我们，相处的时间比所有人都长。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我应当唤你一声兄长。臣不敢。你为什么要帮林夕照？臣只是觉得陆子轩他配不上您，谁都可以与您并肩，唯独他陆子轩不行。可他已经改过自新了。绝无可能，是殿下太过心软，才会被他蒙蔽。段灵，我会向你证明我是对的。说，攻打大梁的法子是什么？你若是掐死了我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哈哈哈哈！不错，不愧是我北漠的儿女，有点狠劲。说吧，到底什么办法？现在留给我北漠的时间不多了。去向西周借兵，联合攻打大梁。西周，我北漠与西周向来不和，他们凭什么来帮我？可西周与大梁也一向不和。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。只要派出使臣游说，我相信西周一定会同意的。可派谁去游说？我有一个人选，大梁丞相段灵。大梁丞相，你母妃和你就是他活捉的，你忘了此人有多狠辣？但也是此人放我出来的，为今之计，只能信任他了。那此人现在何处？我们如何与他联系？段灵在此，愿为北漠王效劳。你是如何穿过我的侍卫进来的？在下想去的地方，无人可挡。段灵已经与大梁决裂，反正北漠如今也只能孤注一掷，您何不放手一搏？那接下来的计划是如何？明日我会游说西周与我们结盟，再假意投诚大梁，劝服大梁派使臣来谈和。又是和谈？您别急，且听他说完。大梁皇帝派来的人一定会是林淑云。林淑云是暗皇，大梁皇帝的掌上明珠。如果我们在谈和时活捉林淑云作为人质，再攻下大梁，你如何能断定林淑云会来赴约？大梁没有理由同意我们谈和。只需让其进到北漠境内即可。就说我们就在某处等待，林淑云心高气傲，定会来的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办法了。来人，为朕准备笔墨。参见殿下。这赵家不知道又在打什么算盘，居然要求和。北漠上次偷袭未果，元气大伤，北漠王料到我们不会放过他，求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你打算去赴约吗？去，当然去。
难不成怕了他们北漠？不过不可我们几人草草前往。你先给北漠回信赴约，令左都尉带小部分人前往，进军铁骑营，在边境待命。一旦发现北漠图谋不轨，直接将他夷为平地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快传太医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你并无大碍，只是害了喜。你说什么？你有身孕了。我们不要这孩子好不好？要这个孩子？不是我不想要，而是过几日你就要去谈判了，这么危险，若你出什么意外，我怎么办？大梁怎么办？你若是怕了，不去便是。本宫自己前往。你这般保护这孩子，是不是代表着你愿意接受我？这孩子是你自己不愿意要的，我也不稀罕你。我要，殿下放心，臣会誓死保护殿下和孩子。没想到我们竟然还能站在一起谈判。不，北漠在战场上没有的，现在也不会有。北漠王，谈判也是需要筹码的，您可有筹码？本皇当然有，把人带上来。段离，林淑云，这个筹码可值得跟你谈一谈。你不会以为区区一个暗卫的你就值得谈判？是，据我所知，这暗卫真可谓忠心耿耿，甚至不惜假装投诚，替我们游说西周，但实际上却是为你们大梁结谋。如果不是我留了个心眼，我还当真被你给骗了。别激动，小心中计。好，本宫答应谈判。说吧，你们的条件。你以为现在你还占着优势吗？这里是北漠，这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。林淑云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殿下别怕，臣拼死也会带你出去的。陆子轩，你还当真是情真意切？那你就陪林淑云做一对黄泉鸳鸯吧！真是个忠心的狗。死到临头还要反咬一口，那就等着万箭穿心而死吧！段离，段离，殿下，对不起。我已同西周王联络好，这竹哨便是我与他的暗号。殿下莫怕，只要吹响它，您便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。别说话了，我带你回大梁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林夕少给我喂了断肠散，没用的。陛下，这一次是臣自负了，让殿下陷入了险境。不过还好，臣没有酿下大祸，否则的话，我到了阴曹地府都难以安心。我依然不信你，但这一次饶犯你护出天赦。传令，踏平北漠。
小心些，别伤着。也不知道段离喜不喜欢这个地方。他跟了我这么久，我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只要是你选的，我想他应该都喜欢。我可还没答应你呢。那我还需要多久？那孩子会跟我相认吗？